你看，很明显啊，爷爷在拍卖行的时候精神状态是没问题的。我也问过那天陪你爷爷去拍卖行的那个经理钟叔，他也那么说，还说你爷爷出嫁的时候不知道多果断。还有你爷爷发给汤律师的照片，是钟叔在现场帮他拍的。他说有需要的话，随时可以出庭作证。但是，就算爷爷在拍卖行的时候神志正常，也证明不了他去汤律师律师行的时候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啊。不过至少我们可以拿着这段视频，去跟顾医生对质啊。只要能证实顾医生的证供有疑点，就有机会。Sorry。喂，什么？顾医生出车祸进了医院？医生，病人现在怎么样？伤者是因为发生车祸送来急诊室，很明显他的头部受到严重撞击，导致神志有点迷糊。问他刚刚发生什么事，身在何处，他完全是答非所问。幸好其他伤势不算严重。换到 ICU 病房之后，我给他做了一个测试，发现他勉强可以想起来自己的姓名、他的职业以及家庭状况，而其他的事他完全不记得了。所以我初步怀疑伤者是因为脑部受到了剧烈震荡，脑神经受损而导致失忆。失忆？不是吧？什么时候才能恢复？这很难说，因为像伤者这种情况，有些人很快就能康复，也有些人永远都找不回记忆。其实我们对人脑的认识实在有限，现在能做的就是再给他多做几次详细的检查，先观察他的情况。OK， 谢谢你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现在死无对证了。但是顾医生失忆了，就不能继续指证你？那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现在的情况，警方之前对你的指控就不再成立。Brian， 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是不是你找人撞伤顾医生？没有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顾医生出车祸重伤进了医院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相信我，杀人啊要坐一辈子牢的，你给我雄心豹子胆我也不敢。Daddy， 你好好想想，我收买了顾医生陷害 Charlotte， 再找人撞死他，不就是帮了 Charlotte？ 我哪有这么傻呀？顾医生这个时候出车祸，听说还失忆了。你说怎么会那么巧啊？会不会是 Charlotte？ 他为了脱罪，找人撞死他？不会。虽然我不怎么喜欢他，但是我从小看着他长大，他不会做这种事的。这很难说，有时候人为了自保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整件事里最大受益者就是 Charlotte， 不是他会是谁？不过现在最可惜的，就是没了顾医生的指控，他又可以大摇大摆地坐回代主席的位子。虽然顾医生现在不能直接指控浩尔，但是之前的指控仍然存在。只要我们抓住这一点，质疑你爷爷那份委托书的可信度，就能拖很久。他想做回代主席没那么容易。请我喝酒当律师费啊？我刚刚收到警方通知，说因为顾医生失忆了，不能出庭，这案子暂时搁置，直到另行通知为止。很好，雨过天晴了，干杯！你有没有听清楚我说的话？是暂时的，也就是万一顾医生恢复了记忆，还会继续调查。放心吧，
以我的经验，这个情况不会发生。这案子最终会不了了之。你这么肯定？首先，不管顾医生失忆了，还是恢复了记忆，真相只有他自己知道，没人能证实。也就是说，就算他明天一睡醒恢复了记忆，我们还是能提出质疑。还是那句话，疑点利益归于被告，我绝对有信心可以帮你打赢官司。你不明白我在想什么？还有什么问题啊？顾医生失忆了，确实不能出庭指证我，但是同样，他也证明不了我是清白的。那我一辈子都要背负这个嫌疑，而最重要的就是，因为这样我可能没有办法接任代主席啊。能不能接任邱氏代主席，对你来说真那么重要吗？这个是爷爷交给我的任务，我一定要做好它。还有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顾医生突然之间发生交通意外，然后还失忆了，有没有那么巧啊？莎乐这次没事了，老公你终于放心了。唉，总算松了一口气。没想到这个高俊，这次想到那么绝的办法，直接让那个医生失忆。没事，不用怕，我算好了速度和角度，不会撞死你的。有人想跟你说两句。顾医生，你还好吧？根据之前的协议，那1000万的医药费已经汇进你太太国外的银行账户。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放心吧，只要你脑震荡失忆了，那你就不用再冒着妨碍司法公正的危险出庭替人做假口供，这绝对是最明智的选择。老公，你这1000万的医药费简直太划算了。唉，为了尽一点当爸的责任，这点钱算得了什么？但是这一次啊，便宜那个混蛋医生了，他不只收了两边的钱，还可以保外就医。哎，算了啊，最重要的浩尔没事就行。这次的案子算是解决了，但是你怎么保证你弟弟会让莎乐回去做代主席啊？我还留了一手，他不能不答应。大家好。浩儿，之前委托书那件事，警方已经撤销控罪。现在既然水落石出了，我希望你不要放在心里。那我们以后就继续齐心协力，完成你爷爷交给我们的任务。放心吧，二叔，我一定会尽全力，不会辜负爷爷对我的期望。爹地，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这么轻易的让 Charlotte 做回代主席。你自己看。我在这里要向邱浩儿小姐致歉。之前我向警方做出的证供，全部都是谎言。我是收了别人的钱，刻意诬告邱浩儿小姐。那天，邱汉阳老先生签署委托书的时候，神志绝对清醒，精神状态完全正常。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让浩儿坐回代主席的位子了？爹地，这个 U 盘是从哪里来的？有人寄给我的。难道是 Charlotte？ 这重要吗？现在很明显，他们已经知道，是你叫顾医生做假证供，陷害浩儿。
事情穿帮了。视频里没有说是我收买他的，也许还有第二段视频呢。如果他们把其他视频交给警方，那怎么办呢？你以后做事动动脑子，别再惹那么多麻烦事，要我帮你善后了，好不好 ？Sorry, Daddy， 这次是我想的不够周全。我保证，以后不会再犯。每次都这么说。那现在 Scheller 做回代主席，以后不知道会耍什么手段来妨碍我们赌场的项目。现在爷爷还在医院，大部分董事都支持我，他应该耍不了什么花样。顾医生移民去英国了？听说他早就申请移民了，这次说是去看病，所以提前过去了。他肯定是怕被人发现他假装失忆，所以赶紧逃跑了。总之，连唯一的证人都没了，你这案子查不下去了。所有事都那么巧合啊？你看着我，是不是你在背后做了什么？我只知道，现在这种情况，对你来说是最好的结局。你要帮我有很多方法的。你是个律师，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妨碍司法公正啊？如果顾医生上了法庭做假证供，那才真的是妨碍司法公正。现在暗中有人帮他阻止他犯法，我觉得可以接受。我才不信你不给他钱，他肯那么做。我真的没有给他钱 ，OK？莎乐，我想跟你说一声 sorry。顾医生的事是我没查清楚，就叫法务部报警，害你那么麻烦，真是不好意思。过去了就算了。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应该坐下好好商量。我承认这次是我鲁莽了，对不起。OK。我接受你的道歉。换了是我也可能会公事公办。不过我很好奇，想知道顾医生受谁的指使要这样陷害我？不管怎么样，以后我们齐心协力做。很晚了，我也累了，我去睡觉了。明天公司见。晚安。爷爷啊，为什么你会选我做是委托人，替你看着秋诗的业务呢？我才不止我，全家人和公司的人都很想知道为什么。我突然坐了这个位子，当然会有人不高兴了。他们每天都在想怎么样才能让我下台。不过爷爷，你放心，你的孙女儿我绝对不是一个那么轻易放弃和轻易认输的人。既然你把这个重任交给我，我一定会尽我所有的能力，做到最好为止。我要证明给爷爷你看，女人的能力绝对不会比男人差。项目应该没问题。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我以代主席的身份替爷爷主持这个董事局的例会。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履行这个职务，等爷爷醒了之后，将公司完整无缺的还给他。Brian，你将新加坡赌场那个项目的进展跟大家说说。
知道，爹地。经过几轮磋商，我和南美赌王 David Fan 已经达成初步协议。现在等对方签好所有的协议文件，这个项目就能马上展开。不好意思，如果我没记错，这个项目应该还没有正式在董事局通过吧？那是因为上次爷爷他……是这样的，这个赌场项目可以舒缓现在公司的财政压力。我们大家谈过很多次了，也全都同意了。我知道，二叔以及各位董事都花了不少时间在这个项目上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利用赌场这个项目再向银行借贷的话，就等于以债抵债，到最后只会让公司背负更大的债务。我真的很想知道，除了这个赌场项目，对于我们邱氏面临的财政压力，Charlotte你有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吗？其实我想了另外一个解决的办法，之前也跟二叔你提过，就是将新加坡酒店的其中一栋以酒店式公寓出售。我初步计算过，所得的收益应该能还清欠银行的钱。新加坡的工地才刚刚施工，就算你这个方案可行，远水怎么能救近火？所以我跟新加坡那边最大的地产商谈过，他们肯认购我们80%的单位，还答应签约之后会给1半的定金。只要有这笔钱，我觉得已经可以大大舒缓我们公司的财政压力。而最重要的就是，这么做风险绝对比开赌场要低。这么说，你不会同意赌场这个项目了？我是觉得牵涉赌业，有违我们邱氏的经营宗旨。Charlotte OK。既然现在有2个方案，一个是赌场的项目，另一个是盖酒店式公寓，要不这样，我们现在马上投票，看看结果怎么样？好，好啊，好。等等，你又想怎么样？我想问一下，戴主席除了有投票权之外，是否还有否决权？今天呢，是浩儿第一次主持我们的董事会，有很多事确实需要慢慢的磨合。其实这个表决也用不着那么着急，要不大家回去考虑清楚，然后我们再好好谈，对吧？今天到此为止，散会。哎，对，这个放这里哈。大姐，哇，大妈你打扮得这么精致，今晚有约啊？哎，取消了。我现在啊都不敢见那些阔太太了，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赌场开不成了。之前啊，他们还不停地问我能不能投资，现在怎么跟他们说赌场开不成了？啊，真的，爹爹，我还以为自己可以做赌王的千金呢。太可惜了，就是这么好的机会都不把握，不知道是谁做的决定。现在是暂时搁置，既然浩儿他坚持反对这个项目，那董事局就选择尊重他的意见。我不建议开赌场，是因为赌业根本就不是我们熟悉的范畴，所以我们要承担的风险相对要大很多。还有大家都知道，爷爷一向都反对我们开赌场的。所以说到底，爷爷还是觉得赌业不是一个正当行业。但是做生意不应该那么保守的吗？我们应该与时俱进，打破传统。赌场的模式，庄家是会赚钱，但是几乎每个客人都会输钱。我想爷爷是因为不喜欢这种经营模式。对啊，要不是哪门生意赚钱，就非要做那门生意。公公那么讨厌赌业，可能纯粹是觉得这行会害死很多人。老婆，你真聪明啊！我们小时候啊，爸就经常跟我们兄弟俩说啊，他说做生意赚钱固然重要，但是有一句话他经常会提醒我们，他说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哼，我们邱氏集团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善堂了。二婶啊，我也希望公司能赚钱，但
但是赚钱有很多种方法，不一定非要开赌场啊。就像我们有很多叔叔都有经营执照，但是他们也不开赌场，一定有他们的原因啊。那也有不少叔叔是因为看中我们的赌场项目才买我们的债权。还有，那个南美赌王 David Fan 很重视这次的合作，我们还签了初步协议书，我们给了对方5亿定金，他们下个星期就会来香港正式签约。如果违约的话，要赔5亿。检察官，我知道的我都说了，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呀？我赌你还没有说完，你敢下注吗？您什么意思呀？想救你的意思。把画面记录下来。好。夏海真的会行动吗？你做的判断一般都不会错的。真的不需要再提醒一下江文静吗？这也是侦查谋略，你慢慢学吧。你靠什么生活的？打工。做过哪些工作？外卖、快递、卖鞋的。会编程吗？不会。弄过网站吗？也不会。你每个月的11号都要向哪几个人汇款？那些都是我债主。你做什么欠那么多钱呀？赌。赌的什么？在哪儿赌的？跟谁赌的？我记不起来了，我都承认了，那些钱都是我骗的。你还问这个问那个干什么呢？你骗的？你单独有这个能力吗？你作案需要依靠 TTT 网站，需要编程设计。谁给你做的网站？谁替你编的程？你雇的那些人是吗？他们恐怕还不如你吧。我再提醒你一下，每个月的10号，你都会去见谁？
去到医务室。哎呦，下手这么重啊！得消下毒啊。放大。他所做的这一切，就是为了接近这部电话。这个胳膊抬一下，再高点，疼不疼啊？不疼，不疼啊。喂，哦，好，你稍微等一下，我马上回来给你处理伤口。好。为什么非得让江文进去？医务室电话不能让人打吗？医务室是内部电话，打不出去的。你在干嘛？你在给谁打电话？我妈。你妈？我妈病了。那你完全可以跟狱警申请与你母亲联系，为什么要在这里偷偷的打电话？狱警跟我说我妈病了，来不了了。我太着急了，就想知道我妈到底怎么样。这合适吗？我就是很好奇，他是怎么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把消息传出去的？真的不需要通知江文静配合吗？他已经在配合了。我妈她大字不识两个，却非说读书人有出息。他为了让我上学，竟然绝食。后来我一发狠，竟然还考了个好大学。我妈为了供我读这个书，她生病了也没告诉我。要不是那次我突然回家，我都不知道我妈要瞒我多久。你不用再隐瞒了。我们已经查过你的存款账户，全部都是地下钱庄的账户。你存款后，他们会立即按照相应数额转换成美金，给你打到指定的账户。你指定账户的开户行在境外，开户人叫扎猜。你从农村到城市没多久，怎么认识这些人的？你背后有人指使。告诉我是谁？王伟，请你想清楚了，告诉我，背后指使的人到底是谁？配合调查和阻碍调查，犯罪中的主犯和从犯，在量刑时会有区别，这一点你应该明白。是不是有人指使你？是。谁呀？夏海。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他是我同母异父的哥哥，他现在在监狱服刑，我每个月都去看他。你们感情很好吗？就那样。他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？当初我自学了一些会计和编程的知识，搞了个小网站，赚了点钱，过上了这辈子我想都没想过的纸醉金迷的日子。那次回家，我突然发现我妈病了之后，我整个人都崩溃了，我就特别后悔，
为什么我没能好好的存钱呢？不然不至于连我妈的医药费我都拿不出来。为了给我妈治病，我就想起我那些一起玩的朋友，都那么有钱，我就想办法骗点钱给我妈治病。可是结果被我妈痛骂了一顿，说宁死也不用我那些脏钱。好不容易盼到了探监的日子，结果他没来。我就想他肯定是病得特别严重，不然一定会来。也不知道我那老母亲身体怎么样。这事儿吧，一开始是他和扎菜联系的，那时候夏海还没有进去。夏海会英语，懂编程，和扎菜一起弄了 TTT 网站，然后就让我雇人冒充那些已经投了钱的帮助者，接收那些新的参与者的钱款，然后和扎菜分成。按什么比例分成？扎菜规定是4:6，我们占40%。但是夏海每回都让我做花账，少给扎菜钱，具体比例每次都是夏海定的，不固定。可是后来夏海因为别的事情被判刑了，你们怎么沟通这个事情？每个月我都趁监狱探视的时候去和他见一面。我告诉他这个月我收了多少钱，他告诉我应该给扎菜多少钱，然后我就按他说的办。监狱里哪里那么容易说这些事？暗语，他进去之前教了我一套暗语。如果你偶尔不去探监，他会怎么做？监狱里有亲情电话，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，又怕扎菜着急，他会用其他的方式给我打电话。我真的特别想他。这个电话内线打不通。我能借您手机用一下吗？我真的特别想我妈。明天是家属会见日，你也可以去看看。今天是周3，监狱的休息日，你也到现场看看，查缺补漏。伤到哪儿没有？没有，就是摔了一跤。摔跤可不能大意，还是去医务室看看吧。不用，真没事儿。不行，你在监狱受伤可不行，我要求你必须去，现在就去。夏海，你满嘴谎言，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你说你骗钱是为了给你母亲治病，是编故事诓我呢，还是在自我安慰啊？说白了吧，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么多，就是看到你口袋里面有手机。我真的特别想知道我妈身体到底怎么样。我可以把手机借给你啊。不，您来拨号，我绝对不碰手机。182。
100。准备录音。好。夏海的电话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那我们开始录音了。喂，赵叔啊。喂。我妈呢？她身体怎么样了？你妈病了，病得很严重啊！我过来帮忙照顾。啊，那家里房子还在吗？你说这点唯一值钱的东西啊，还在啊？你妈没让卖，说已经1万多一平了。我妈上次就病得挺严重的，这次是什么情况啊？病得更严重了，我也不知道该咋办，等着你拿主意呢。保命要紧，先把房子出了。那房产证呢？赵叔啊，你看一下我妈的床垫下面，应该在那儿呢。救命要紧呢。哦，好，挂了。房子1万1平是什么意思啊？暗语，就是说这个月收到的钱款是1万万。1个亿。其他呢？不用我一个一个问吧？你妈病了，表示我没事儿。房产证就是说，这个月少转3000万的账。床垫底下就是说，这2天尽快把钱打了。夏海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啊？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在医务室等了半天，医生都没回来的时候。夏海的话你信了？他把他妈气死之前都相信了。知道自己哪儿错了吗？错在不知不觉被蒙。你应该知道，把手机借给犯人使用是违反规定的。所以你故意留下空间，这就不违反规定了。你明知我故意，干嘛要这样干？不这样干，岂不是辜负了尹处你的一番好意？江文静，你知道夏海做了些什么吗？他到底做了什么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敢把手机借给他用？不是有你的吗？一切不都在你的掌控之中的吗？尹处，如果我不配合你的话，你怎么完成工作？我的表现你还满意吗？夏海在服刑期间参与了国际金融诈骗，金额巨大，他的一个电话很可能毁掉无数个家庭。你以为所有事情都可以凭你的个人英雄主义来完成吗？检察院的每个人都是相互协作，没有单独行动的。单独行动。好，你们就是这样相互协作、相互隐瞒来蒙我的。尹处，你不但自私，你也自大的过分了吧？我是有自大的成分的，但是事实摆在眼前，你的自大让你违反了规定，我的自大揪出了夏海。如果我以后工作的地方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可言。张文静，我能理解你成绩优异，心高气傲，但是你的所作所为就毫无问题吗？他做事太自我了点，不过还是个不错的女子。你是料定了他的性子才这样做，只是你这样做太过激进了。这种办法对他这种人刚刚好。太过聪明的人就会绕开你所有的试探点，与其这样，你不如让他心甘情愿地被试探。哎，他万一真辞职不回来了？会回来的。
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刚刚跟尹初吵架的时候，不是挺理直气壮的，现在一个人在这儿委屈，还在生尹初气呢。我是在生我自己的气。刚刚我差一点就相信夏海了。如果我真的相信他的话，这得害了多少人？不是有尹初在后面盯着呢吗？不会有事儿。那你还跟他吵？我生气啊！再说了，那不就是话赶话吗？从小到大吵架我还没输过。行了，那你别难受了，一会儿该让尹初看见你这样。颜略，我警告你啊，这件事情你可不许告诉尹初，要不然我就告你泄露他人隐私。你都要辞职的人了，还怕尹初知道啊？谁说我要辞职了？你刚自己说的啊，我在门外可都听见了。啊，文静，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呀？颜略，你说尹初他那么忙，应该过会儿就忘了吧？你赶紧收拾收拾吧，下班时间快到了。老实讲，你走吧。我要看我儿子，一个月就一次，为什么不让我见儿子啊？我要找你们领导。太师名单中确实没有你啊，我不能放你进去。每个月都有我，今天怎么没我啦？哎，呀，你穿的这个衣服跟他不一样。你是领导啊？我不是领导，我是检察院的。检察院？好，检察院。你好好的检查检查他们，他们不想让我见儿子，检查他们。我们这个检查不是您说的检查。我不管你是什么查，我就是这么一点点的要求。我要见我儿子，一个月就见一次，我是盼星星盼月亮，好不容易才盼到探视的这一天。我明白。你看啊，我都这么大的岁数了。我还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我儿子出来，看一次是一次，加起来还能看他几次？怎么说不让见就不让见了吗？这样吧，您先告诉我您儿子的名字。赵德柱，我儿子叫赵德柱。好，您稍等。喂，哎。张检察官，麻烦您帮我查一下赵德柱今天为什么不能被探视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赵德柱，肇事逃逸致人死亡。是。那我能见他吗？不能。你儿子上个月跟狱友打架，现在处于处罚期间。按照规定，是不能被家属会见的，应该会有专门的人通知过您的。不可能，我儿子不可能跟人家打架，我不跟你说，我要找你们领导，我要举报你，真是无法无天，欺负老百姓，我要告你，我要告监狱啊！老师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是李玉珍的律师，你先进去。这么小的案子你也接啊？赚钱治病啊。
今天好点没？还行吧。你把人家气晕的？应该是吧，但我觉得我说话态度挺好的呀。先回去，要不然人家看见你，又得生气。哎，李奶奶要是醒了的话，有什么事你及时联系我，医药费我出。好啊，刚好把上次欠我的咨询费一块儿给我。你穷疯了吧，大哥啊！谢谢啊。你是谁啊？你又是谁呀？林女士您好，我是您的代理律师任天宇。律师，律师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要告那个监狱，特别是那个女的警官，她居然不让我见儿子啊！您搞清楚，我只能帮您解决一个问题，到底是要告那个女检察官，还是要尽快见到您的儿子？那当然是见我儿子了。那好，据我所知呢，您跟那个女检察官存在一些误会，她并没有不想让您见您的儿子，只是嘴笨，没说清楚。你嘴才笨，他嘴才不笨呢，能说着呢。哎，你坐下说。不用，我站着就行。哎呦，你站在那儿我头晕。坐下说，坐下说。哎呀，律师啊，这个事多少年了，我都快入土的人了，就是为了要见我的儿子，我特意的搬到离监狱近的地方。他们居然不让我见儿子啊！你说还有人性吗？我那儿子小的时候乖着呢，我说什么话他都听，我跟他说什么事儿啊，他都答应。就是这次进去了，他还托朋友给我拿生活费呢。您说的这些，我来之前就都了解了。如果您想尽快见到您的儿子，请如实的回答我问题。你说，只要我知道的，我都告诉你。刚刚您提到，有一个您儿子的朋友给了您一些生活费，对吧？他是谁呀？小张。那小张跟我见儿子有什么关系？现在是我在问您，如果您不如实回答，我帮不了您。那好，那好，我跟你说，那小张是我儿子还没有进监狱以前就认得的朋友，10几年了，关系很好。他们原来是在一个汽车队一块儿开车的。我儿子进去了，他一直来看我，给我送生活费啊，买东西，对我就像对他亲妈一样的。幸亏有他。他现在在做什么呀？给个大老板开车，给的钱挺多的。我那儿子就要进去了，要不进去的话，那钱赚的比他多。小张全名叫什么？叫张有信，对，就叫张有信。那脸上有个疤，看上去挺神气的啊，没有我儿子帅。我儿子啊，比他长得帅。好了，李女士，情况我了解了，您儿子的事儿我会尽快解决。哎，那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我儿子啊？等通知吧。那谢谢你了。查一下张有信这个人。好。请进。张检察官，您找我？果然还是尹处了解你啊。张检察官，我……没事没事，尹处都是为了你好，他的话你也别往心里去。不会的，我知道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。那就好，
好好干，千万别辜负尹初对你的信任。他可是为了你的事情吃了个处分。好，您放心吧，我会努力的。车还没修好呢。哎呀，年纪大了，毛病比较多嘛。麻烦你了啊，亲自送我回家。不是白送的啊，10块钱1公里。你这个活我不接。哎，下海后面那个外国人抓到没有？抓到了，想逃回国，在机场被抓了。你看，于处亲自出马了，他想跑哪儿啊？哎呀，但是这个案子后续追赃比较麻烦，先后转出去了几10个亿。那是有点麻烦，不过你肯定都能解决的。你在前端工作做好了，那我在后方还能掉链子呀？要是你能放任一个新人这么在监狱里折腾，太出乎我的意料。我的目的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哎，你能想出这么一个招测试新人，真的是，太正常不过了。怎么样呀？结果你满意吗？严律是侦察兵出身，观察力还是挺强的，可就是老是觉得他心里面背着事儿，始终放松不下来，你不觉得吗？那江文静呢？他是让人有点头疼的。怎么说？心高气傲啊，嘴上又不饶人。听着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嘛。我倒觉得江文静非常适合做一名检察官。你倒是一直挺看好他的。你不看好呀？你不看好，你能替他被处分呀？哎，我那不是帮他啊。对，你是早就算好了每一步了。你这样说话就有点像江文静。我不像他，我没有他这么一根筋啊。不，他不是一根筋啊，他很聪明的。一根筋是你，只有你，还说别人一根筋。干嘛？不是一根筋，他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。一根筋说明这个人执着呀，一根筋，对吧？哎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这，哎呀，开玩笑的。你是最聪明了，真的。我敢说，你是最聪明的检察官。走了。等等。这个运动鞋给可儿买的，我带她去攀岩，她那个鞋子都小了。哎，你这让我还能说什么呢？谢谢。说谢就没劲了啊！再说我给可儿买的，要谢也应该是她谢我。明天休息，你带可儿去攀岩吧。她上回和我说，她想让你看看她现在的进步。你快上去吧，去陪可儿吧。等等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公众号的审批下来了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啊，这个事情我已经想过了，交给江文静负责吧。内容方面我们把关，形式上年轻人更多变一些。好。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你这个周末还得给我加班。